第128章独占斗师。望着那忽然变得平静下来的少年，木蛇眉头微皱，紧了紧手中的大刀，冷笑道：我还不信你今天能长翅膀给我飞了。迈着大步，木蛇缓缓渡向萧炎，待得逐渐走近后，脚掌猛然一踏地面，身形狂射而出，手中大刀对着萧炎怒劈而下。感受到面前那尖锐的破风劲气，萧炎脸庞一片凝重。斗师与斗者基本是两个难以比喻的阶级，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很难在木蛇手中走出10回合。借助着出色的躲避能力，萧炎身体微侧，脚步急退，将木蛇这试探性的攻击闪避而去，双脚一错，诡异地闪现在木蛇左侧，体内斗气急速涌动，右手提着玄重尺，对着他的脑袋狠狠地劈下。头顶上传来的凶悍劲气，并未让的木蛇太过惊慌，手中大刀一提，然后对着脑袋上劈砍而去。当，黑尺与大刀相交，火星四溅，清脆的金铁之声在深渊之旁缓缓响彻着。第一次与斗师强者交手，萧炎也算是领教了一下斗师斗气的雄浑程度。玄重尺之上传来的劲气，足足让得他退后了好几步，方才将之完全卸掉。与萧炎的连退相比，木蛇却是要显得从容许多，脚步仅仅是小小的退后了半步，身体便是稳稳地立了下来。团长，杀了他，替三当家报仇！杀了他！瞧着萧炎一招落下风，周围的狼头佣兵团团员顿时兴奋地喝了起来。好沉的武器！目光泛着一抹惊疑，木蛇紧紧地盯着萧炎手中的黑色重尺，惊叹地摇了摇头，旋即冷笑着瞥着萧炎：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那还是识时务的把东西交出来吧。甩了甩有些酸麻的手掌，萧炎目光森冷地盯着木蛇，手中重尺缓缓抬起，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然后竟然当着众人的面闭上了眼眸。望着行止略微有些诡异的萧炎，木蛇眉头紧皱，有些拿捏不定前者究竟是想干什么。包围着萧炎的狼头佣兵团员也是被他的举动搞得一愣，不过片刻后却是双手抱着膀子，戏谑的目光犹如看待落入猫爪之中垂死挣扎的老鼠一般。在他们看来，不管萧炎再如何挣扎，也绝对不可能从实力在2星斗师的团长手中跑脱。目光阴郁地盯着闭眼中的萧炎，木蛇心头却是逐渐地泛上一抹不安，特别是当他忽然察觉到周围天地间能量波荡越来越剧烈时，这股不安顿时显现在了脸庞之上。双手紧握着大刀，心头不安的木蛇也不再管双方实力身份的差距，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缓缓地对着萧炎踏去。瞧着木蛇这般凝重的神色，周围的佣兵也是察觉到一丝不对劲，面面相觑了一眼，手中的武器不由自主地握得紧上了几分。装神弄鬼的家伙，去死吧！脚步再次一踏，进入到攻击范围的木蛇脸庞上浮现一抹狰狞，再不迟疑，手中的大刀狠狠地对着萧炎脖子劈砍而去。晚了，紧闭的双眸骤然睁开，萧炎嘴中吐出冰冷的字句，手中玄重尺猛然一抬，炽热的温度首次由萧炎控制着出现在了尺身之上。焰分式浪尺！随着萧炎心中喝声的落下，深渊之上的天地能量骤然涌动了起来，无数肉眼可见能量犹如受到了牵引一般，疯狂地灌注进了萧炎手中的玄重尺内。而随着能量疯狂的灌注，玄重尺之上所释放的高温越来越炽热，尺身上奇异的纹路也在此刻散发出火红的光亮。在心中喝声落下的同时，萧炎体内的斗气几乎潮水般的涌出，只是片刻时间，充盈的体内便是变得空空荡荡。感觉到体内即将告竭的斗气，萧炎嘴巴微动，那先前被藏在嘴中的一枚回气丹顿时被他吞进了肚内。有了回气丹所制造的斗气的支持，萧炎这才具备最后的驱使之力，手中已经变得一片火红的重尺带起炽热的高温，划过虚空，然后对着面前满脸震惊的木蛇横砍而出。尺身所过之处，远远看上去，空间竟然犹如被蒸发的有些扭曲了起来。当萧炎将体内最后一丝斗气灌注进玄重尺之后，尺顶处光芒猛地一闪，一道半丈长的弯月红芒闪电般的离尺而出，携带着炽热的温度，狠狠地劈向木蛇。
视线之内，一片红光闪烁，在那弯月红芒闪出悬重尺之时，木蛇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孔大小，斗气凝形外放。这可是起码需要大斗师才有可能释放而出的，面前的这不过斗者级别的小子，这么可能释放出如此完美的凝气攻击？心头的震撼闪掠而过，木蛇根本来不及深思这玄奥的有些疯狂的问题，体内斗气狂涌，淡青色的斗气附在大刀之上，犹如给刀身贴了一层青色的能量薄膜一般。锋刃刀舞，深吐了一口气，木蛇手中的大刀骤然狂舞了起来，一把把青色的大刀残影在面前一把接一把的不断浮现，看上去犹如是在木蛇面前组成了一片密集的刀网一般。这锋刃刀舞是木蛇所能够掌握的最高级的斗技，玄阶低级。凭借着这斗技，他曾经几度取得青山镇最强者的称号。而现在面对着萧炎这摸不清底细的神秘攻击，谨慎的木蛇为了保险起见，他竟然直接是动用了自己最强的招式。红色月芒一闪便至，围观的佣兵尚还来不及观看红芒究竟是何物，一声犹如惊雷般的爆响便是骤然在深渊上炸响了开来。轰！随着惊雷声音的落下，木蛇所立之地泥土溅射天空，紧接着一道影子从泥土之中突兀地倒射而出，双脚死死地插在地面之中，在急退了10多米后，最后身体重重地撞在一棵巨树之上，顿时巨树轰然爆裂。而此时人影方才缓缓顿住，众人目光一望，顿时吸了一口凉气，原来这狼狈倒窜的人影全便是2星斗师木蛇。目光死死地盯着脸色略微有些惊恐与泛白的木蛇，众人咽了一口唾沫，然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那泥土飞射处，只见一道道裂缝蔓延而出，待到扩散了10几米之后，这才缓缓止住。而在裂缝蔓延中心位置，一个足有1米多深、半米多宽的深坑，有些震撼人心地出现在众人眼中。望着那刺眼的坑洞，再看看脸色苍白的木蛇，深渊之上一片寂静，所有人的脑袋都是涌上了一股眩晕。一个实力仅仅在8星左右的斗者，竟然把一名使出了玄阶斗技的2星斗师搞得这般狼狈。残酷的现实让得所有人嘴角犹如抽筋般的抽搐了起来。漫天的泥屑终于的落尽，少年手持重尺的身影也是缓缓地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少年的脸色也同样是有些苍白，双手缓缓地抚摸着黑尺，那双漆黑的眼瞳中散发着让人有些心寒的狂热。虽然使出这招地阶斗技几乎让得萧炎遭受到反噬的危机，不过他的威力却是让得萧炎满心欢喜。斗者与斗师间的差距被这威力堪称恐怖的地阶斗技生生地填补了过来。剧烈地咳了几声，萧炎再次取出一枚回气丹，然后飞快地丢进了嘴中，目光森寒地盯着周围的佣兵。有了先前的震慑，所有目光与之相接触的人都是畏惧地将视线闪躲了开来。杀了他！动手！粗暴地推开扶着的佣兵，木蛇双掌的虎口已经被崩裂，鲜血几乎浸湿了衣袖，他脸庞上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狰狞。萧炎先前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让得这位经历过不少风浪的团长心中升起了一股恐惧。小小年纪不仅实力提升得如此迅捷，而且还具备神秘而且威力巨大的斗技，这种敌人简直是每个人的噩梦。如果世上有反悔药的话，木蛇宁愿不再招惹这神秘的少年。当然世上并没有反悔药，所以木蛇心中的恐惧也就顺理成章地转换成了疯狂的杀意。只有杀了萧炎，他才能真正的安心。这一刻，木蛇甚至是连萧炎所怀的宝物也给丢在了一旁。杀了他！他已经油尽灯枯了。木蛇厉喝道。听着团长的命令，周围有些迟疑的佣兵只得握紧手中的武器，然后小心翼翼地对着萧炎围拢而去。今天你必须得死！死死地盯着那立在悬崖边的少年，木蛇凝声道。抱歉，或许不能如你的愿了。抬头望着脸庞因为狰狞而显得扭曲的木蛇，萧炎苍白的脸上涌上一抹红晕，身体微微一颤，一对半米左右的漆黑阴翼忽然诡异地从其后背上弹射而出。望着萧炎背后的阴翼，所有人再次震撼。萧炎双翼一震，猛然对着深渊跳跃而下，
双翼急速地震动了几下，然后在所有人那呆滞的目光中，有些摇摇摆摆地飞向对面的山崖。今日为杀，萧炎铭记在心，来日定原封回报。少年的背影逐渐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然而那淡淡的冷笑声却是不断地盘旋在半空之中。